夫君，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让人打了？我撞上五妹妹同太子殿下偷情呢。你一个人出去的？本来是李嬷嬷带我出去说小六的事，我便没带丫鬟。听完之后，我想一个人走走，偏偏又撞上这事儿，脚好痛。怎么伤成这样？鞋子踩在地上有声，他还一直追我，我想甩开他，便把鞋子脱了。乖乖，给你擦药好不好？雨轻轻跳上青石小桥，还怕不怕？不怕了。那陪我睡会儿好不好？转过回廊，平叹馨香，雨中的小巷，慢慢的酒香。风轻轻落在小河岸旁，柳枝也跟得轻轻摇。离了龙堂，锣鼓喧嚣。太子看来是太闲了，还有心思来这里偷香窃玉，是该给他找点事儿做了。从水庄挑几个手脚好、懂规矩的女人过来，还有善堂那边挑几个机灵的小丫头过来，岁数别太大的。是世子。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让溥仪瞧瞧？不用了，睡一觉好多了。你瞧，这些经文都是祖母为你写的呢。他将老夫人的话转述给谢之让。都是无用功罢了，杀个人写几卷经就能消除业障了，怎么不干脆在刀上刻满佛经呢？杀人了还能说是我帮佛祖超度众生呢？不信便不信，怎么能对佛祖不敬呢？这种话你不许再说。呀，这么凶啊？就是这么凶。昨夜那山地，有人问东风地，他误了春色里，就请就别再提。好了，哭什么？你凶我就差把身子给您了，你居然……殿下，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若是不爱我了，咱们就此了断吧，再不要来找我了。都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没事的，他说不定不知道你我的身份，便是知道，他今日慌不择路的跑了，也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软香温玉在怀，太子很难把持。等到月上中天，他才送谢文珠回他自己厢房。这是寺庙，有佛祖瞧着呢，你不许这样。佛祖若真能看见，他怎么能让我这种人进寺庙？还不一道雷劈了我？总之就是不许。好，不许就不许，乖乖，我要走了，你来送我，还不亲亲我？谢之让的妻子，当时只觉她颜色寡淡，却不想今日一见，那人恍若月下女妖。但见美人娇艳颜媚，殷殷然如梨花带雨，楚楚兮若芍药笼烟，怎一个美字了得！太子不由喉头发紧，那点没被谢文珠满足的欲望，此刻熊熊燃烧。若他也能尝尝这江南女子的味道。
我们姑娘是府上正经主子，从前三夫人当家时，你们上赶着巴结都赶不上趟，如今倒敢拦起路来了。让开！芝兰冒千载，琴瑟乐百年。这文珠是五妹妹，那这……你来做什么？我来劝劝五妹妹，女子当洁身自好，莫要做傻事。那天是你？哪天啊？妹妹在说什么？这红绸挂到那姻缘树上，没准哪天就有人瞧见了。届时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五妹妹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谢家男儿不纳妾，谢家女儿不错妾。哼，你以为这谢家规矩能管住所有人？与其担心我，不如担心你自己吧。我可是亲眼瞧见三哥在外和一个卖豆花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以为这祖宗规矩能拦得住他？你三哥的事情如何也轮不到你管，可你的事情我却是管得的。祖母心绪不佳，我便没与她说此事。今日妹妹就一直在厢房待着吧，等到要下山了，我再叫丫鬟来请妹妹出门。你敢软禁我？不好了，少夫人，老夫人晕倒了。祖母晕倒了，我没心思与你胡闹。你若还敢做那些败坏家中名声的事情，也别怪我不客气。姑母，这是大表哥的儿子，也是您的亲孙儿，您不能不认呐。若非是我们遇上难处，实在没法子了，是绝技不会来打扰您和大表哥的。姑母，宁安侯的儿子，他应当是同自己一般年纪大小，身上虽穿着绸缎衣裳，可已经很旧了，袖口还有点短，露出两截白皙的手腕。他的眉宇确实同宁安侯有些相像，难道真是宁安侯的私生子？祖母，您身子可还好？好端端的怎就晕倒了？元娘，家丑不可外扬。哎，孙媳妇知道，您放心吧。敢问这位夫人与公子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缘何来护国寺惊扰我家老太君？我是老夫人的侄女，这位是我和大表哥的儿子，单名一个恒字。啊，原来是表姑母和表弟呀！我同世子成婚时都未曾见过二位，实在是没认出二位来。表姑母也是，您既知道我是您侄媳妇儿，何该早早提醒我？说起这位表姑奶奶，她乃是老夫人嫡亲大哥的女儿，名唤柳木青，她生的儿子名叫柳恒。若你不嫌弃，我便跟着姑母唤你一声元娘可好？表姑母肯同我亲近，我自然是不嫌弃的。今日匆忙，表嫂都未与表弟准备见面礼，待回府我该给你备上的。元娘，恒儿怎么会是你表弟呢？他可是让哥的亲弟弟呀。是吗？可我在谢家族谱上不曾见过恒表弟的名字呀。表姑母说这是世子的亲弟弟，可公爹却从未提起。此事事关谢家血脉，何该开祠堂请族老？将这身份辨明清楚了才是，混淆血脉可是大罪过。表姑母，您说是也不是？19年没见，怎就突然上门寻爹来了？他可不信真是认祖归宗来了。我瞧着天色也不早了，是该下山去了。表姑母，我同祖母坐一起，将我那辆马车让给您和恒表弟，如此便一同走吧。侯夫人听到这个消息，眼前一黑，几乎要晕过去。她怀小六的时候，吐得昏天黑地，每日躺在床上都下不了地。她坐月子的时候，心灰意冷，胸痛腹痛，浑身都痛。可她居然跑去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整出一个私生子，眼角的泪一串串流下，胸口疼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分明已经不在意了，分明已经死心了，为何这里还是好痛？宁安侯知道这个消息，却是愣了一下，怎么可能呢？他忽然想到侯夫人，想到他该如何伤心欲绝，心口蓦地一滞。可是起身的瞬间，他忽然想到19年前侯夫人那个冷漠且充满恨意的眼神，他的程昱早就已经不要他了。小六死的时候，他们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侯爷，世子和世子夫人，请您去祠堂。他不是我儿子。那日在书房，你怎么能不认他？书房？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我一心敬仰表哥，
才愿意和表哥。事后我也不求名分，只是不想会有个孩子。我没名没分便罢，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你忍心看你的血脉流落在外，受人作践吗？你若不信，那便滴血认亲吧。2滴血在水中漫开，而后渐渐相融了。父亲，难道真的？不，绝不可能。他若真做出这种事，不会一点都不记得。谢章，这么多年，我竟从来没有看透过你。青儿，你和恒哥先退下吧。老大，此事你待如何？宁安侯难得有些茫然，他一时想着是否自己真的酒后失德轻薄了表妹，一时又想他完全不记得，定然是没做过此事。为今之计只有2个法子，一是把恒哥儿养在乡下，至多分他一些产业，对外全然不提他同谢家的关系；另一个就是把恒哥儿记在大嫂名下，只说和小六是龙凤胎，却因他身子弱养在寺庙里。这事儿怕是要委屈大嫂了。我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可只有我们3兄妹，柳恒若想记到我母亲名下，那就只能把他塞回包公，重新生一遍了。最好啊，那包公上还刻有我母亲的姓名。三叔这般闲，这事儿不若交给你去吧。这个孩子我绝不认。北平王府虽然不如从前了，可也由不得你们这般欺侮。宁安侯所作所为固然让他心痛，可他此刻是个母亲，他要捍卫属于他儿子的一切。倘若柳恒被认回来，让哥继承宗挑与爵位，这些柳恒轻易拿不走，可这通家产业须得分他一半，他绝不允许有人损害他儿子的利益。若是不打算认回柳恒，那要将他养在何处？他到底是谢家血脉，哪怕是个私生子，也该分他一份家业才是。表妹和离后，一个人将孩子抚养长大，我谢家也不能把事儿做绝了。三叔这般怜香惜玉，慈父心肠，不若准备准备，让柳恒过来朝你俩磕头叫爹娘吧。你待如何？杀了便是。那是你亲弟弟。三叔不说，我还以为是我堂弟呢。谢子夜，你休要胡说八道，你们大房的事儿我不管了。我家老爷最是克己复礼，是大嫂自己管不住大伯，让哥可别把什么脏水都泼到我家老爷头上。倘若他知道三老爷背着他在外偷欢多年，他还会如现在这般耀武扬威吗？便是宁安侯当真做出这等不耻之事，同为女人，他何苦落井下石？姑母，青儿求您了，您就给恒哥一条生路吧。这件事我本来是想烂在肚子里的，可是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谁都能上来踩一脚。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您的，姑母。姑母，表哥，请族老吧，咱们去请族老来商量，到底要不要让恒哥认祖归宗。如果族老都说不许，那我就带着恒哥回去，再也不踏入京城一步。她最爱长子，在她身上倾注了最多心血，她的张儿也是最像她丈夫的那一个，而柳恒那张脸甚至比张儿更像老太爷。让哥，你觉得呢？呵呵，那便试试好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呀？你不知道，还拉着母亲不许她说话。那我是瞧出你另有打算才拉着她的吗？你真要让那柳恒改姓叫谢恒啊？不然呢？那我得提早瞧瞧，把什么家业分给他合适。你蠢不蠢？谁把自己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分给别人呢？你和我说说，你想借这事儿做点什么呢？三房那个前2天出了趟城，探子说是去见一个女人，骗小没过几日
柳氏就出现在护国寺，而方才他话里话外又偏帮柳氏，他们没点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才是稀奇。至于柳恒，多半也是三房的主，即便不是，我也能让他是。可是今日滴血认亲，那该怎么说？其实只要在水里加入明矾，任何人的血都能相融。那就是说，柳恒极有可能就不是爹的私生子。爹怎么不说呢？害得娘这般伤心。他那个老糊涂，自己睡没睡过女人都不知道，能指望他什么？也就每天对着我吆三喝四的。那还不是你惯的。哎呀，你讨厌死了。哟，我又讨厌了。你就是讨厌，这小娇娇。一直有什么时候了不起，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梨花飘落在你窗前，花中依然在闺中院，谁把思念轻描淡写，抱着山流从时间为你穿越。我听不白墙青蛙的午夜，等你撑伞走过我身边，古镇上谁家的炊烟，在为我们酝酿当年的渊源。此事虽与谢家脸面有失，但到底不好令我谢家血脉流落在外，不知诸位是何看法？我谢家血脉自当认祖归宗才是。是啊，让三叔把人纳了吧。这恒哥乃是侯爷的儿子，怎能认叔父做父亲呢？此等有悖人伦之事，如何能行？这怎么能说是有悖人伦？这叫认祖归宗，你说是不是啊，三叔？他怎么可能知道？不会的，这狼崽子肯定是诈自己呢。他那时候才多小啊，不会知道的。然哥，你怎么又将此事牵扯到我头上来了？当年你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娶柳氏，若非父亲母亲强压着他娶了你娘，你怕是还得叫柳氏一声母亲呢。你休要坏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声。况且先前滴血认亲你也看到了，恒哥的血与你父亲的相融，如何能假？让哥，你不要看我们三房好欺负，便想把屎盆子扣到我们头上来。这是何意？你们快看，融了，竟然融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只要在水中加入明矾，任何人的血都能融在一起。3日前滴血认亲，也不能说明柳恒一定是我父亲的儿子。是了，他就说自己是没做过那对不起程昱的事儿的。那恒哥和你父亲那般像，又是为何？都说柳恒和我父亲长得像，我瞧着他倒是和三叔也很像呢。不可能，那小贱人怎么可能与我们家老爷有染？是你要栽赃他！奴婢以前是在万书房负责端茶送水的。19年前，柳家表姑奶奶去万书房寻侯爷，可是那天侯爷出门去和同僚喝酒了，表姑奶奶便在书房等侯爷回来。可是侯爷没回来，三老爷来了，他在外书房和表姑奶奶，奴婢当时害怕极了，就一个人躲在茶室。后来侯爷回来了，可是三老爷还没出去，
便和表姑奶奶躲到茶室来，便瞧见了奴婢。侯爷当时酒喝得太多，迷迷糊糊坐了一会儿，便睡了过去。在茶室，三老爷不仅同表姑奶奶做了那种事儿，还强迫了奴婢，事后又把奴婢发卖出去。奴婢可以作证，那日侯爷在书房真的只是睡觉，同表姑奶奶什么也没做。小夫人是当年替柳夫人伺候月子的，当时我跟着柳夫人住在一处小宅子里，确实见过这位三老爷几面，还听三老爷抱着柳公子喊儿子。柳恒确实是我谢家血脉，可不该记到我母亲名下，应该记到三婶娘名下才是。我不答应。他不敢想象他的小儿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在大哥的书房和表妹苟且。你为何要这么做呀？我给你生了5个孩子，这么多年妥妥帖帖的待你，自然没有对不起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旁的男子都可以娶3妻4妾，约和我不行。我不将他放在家里来，亦是给你面子了，你还想如何？吵什么？既然今日各位祖老在，有些事情那便一道说个明白。方才祖母问三叔缘何如此，自然是他打算让柳恒到我大房来分一部分家产，他宁肯往自己的头上戴青金，也要来分这份家产，想来是缺钱缺得紧吧。三房的资产都叫这蠢货拿去疏通关系去了，其中最多的去向便是东宫，不参与夺嫡是谢家祖训，淮阴侯违背祖训被除族，你是想去陪他们吗？其实原先三房是没那么缺钱的，只是先前三夫人放印子钱被查，三房少了一笔收入来源，加上后来谢之让故意让三房知道是淮阴侯府和东宫让人牵头查的这件事儿，三房和他们闹了一场，两方狗咬狗，只咬了一嘴毛才歇停下来。为此三房元气大伤，三老爷这才顶着被发现的风险和柳木青密谋了此事。三弟，你不该和东宫搅和到一块儿去的。淮阴侯府已成太子岳家，你拿什么出头？他拿什么出头？自然是拿谢文珠那蠢东西出头。这是前几日在护国寺我从五妹妹手中得来的。那日我瞧见五妹妹同太子殿下在护国寺后山私会，二人言语轻佻，举止亲密，不像是第一次偷偷见面。我怕这种事叫外人知道会丢尽谢家脸面，便命丫鬟看着五妹妹，果然守到她要去姻缘树挂红绸。那日我本是想好好劝劝五妹妹的，可双宁过来说祖母被人气晕了，情急之下只能先抢过来了。老夫人强撑着身子，命心腹李嬷嬷去给谢文珠验身。待他回来禀告说五姑娘还是完璧之身，提着一口气的老夫人这才精神了些。家中女儿做出这等不检点之事，何该狠狠处罚，打断腿进猪笼吧？不行，她只是年纪小，一时做错了事儿，怎么能叫她没命呢？母亲，珠儿这次真的是一时糊涂，您就饶了她这次吧。她可是您亲孙女儿啊，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呀，您不能让她去死啊，母亲。不想死，那就家法伺候，然后送去尼姑庵清修一辈子吧。至于你谢伟，数罪并罚，杖200，这200棍想怎么打，宽容些，让你自己选好了，是一天打50，还是一次性打完，端看你自己。对了，这告假文书可得好好写，说不然就只能我代劳写一封请辞的折子帮你递上去了。世子说了，恒公子留在府上安心做少爷，你生母便去尼姑庵替你祈福，只要你不闹腾，就有你母亲一口饭吃。可你若是不听话，那便去黄泉见他吧。至此，一桩闹剧终于落下帷幕。偏偏这碎影凄凉，能借着世人荒唐。